这就是我们史上最强大的华为 Mate 70。Mate 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能超越 Mate 的只有华为的 Mate。各位好，今天10月26日，华为推出的旗舰手机 Mate 70系列也引起了西方国家的关注。今天咱们看几家德语媒体的报道，有专业技术门户网站的报道，也有综合媒体的报道。我们最后呢也看一些网友评论。德国商报认为，虽然深受美国制裁，华为仍不断取得进步，现在日益成为苹果的难题。说点题外话，其实我非常想买这款手机，可惜是鸿蒙纯血版，听说与安卓应用不兼容，所以只能羡慕国内的朋友们了。我们现在先看看德国商报的报道吧。Mate 70亮相，华为的成功正日益成为苹果的难题。华为推出的 Mate 70智能手机表明，尽管受到美国制裁，这家中国的大型科技公司仍在不断取得进步，显然在芯片生产方面也是如此，这对苹果公司打击很大。配图说明 Mate 70，华为新款顶级手机，搭载华为自主操作系统鸿蒙 Harmony OS Next。 中国时间本周二下午，华为科技公司发布了新款 Mate 70系列智能手机，将推出4个版本。据该公司称，截至当晚预订量已超过330万台，销售将于12月开始。这家来自中国南方深圳的公司正在其国内市场上占据越来越大的份额，尽管它受到美国制裁，因此不得不依赖中国生产的芯片和自己的操作系统。然而，华为显然正在取得成功，并因此成为美国公司和苹果手机制造商苹果公司的难题。华为自己也在散布这样一种说法，即美国的制裁反而助长这家在西方备受争议的公司的崛起，而不是减缓它的发展。这一点仍然值得怀疑。美国的竞争对手苹果公司可以依赖台湾市场领导者台积电的高性能芯片，而华为只能使用自己中国制造的芯片。可以认为，华为与位于上海的中国国有半导体制造商中芯国际合作，在开发功能更强大的芯片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路透社最近报道称，更强大芯片的生产可能在2025年开始，然而废品率仍然很高。华为推出配备可变光圈的 Mate 70系列旗舰手机。华为 Mate 70系列来了，尤其是其强大的相机功能应该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即使是基础款也配备了可变光圈的主摄和5倍变焦的潜望式长焦镜头，而 Pro 款则配备了长焦微距镜头。好，朋友们，接下来全是各种技术参数，就不啰嗦了。现在我们来看看一家奥地利媒体奥地利皇冠报的报道。鸿蒙纯血系统 Harmony OS Next， 华为推出搭载自家操作系统的 Mate 70。配图说明，华为 Mate 70的防水性能符合 IP69 规范。中国科技公司华为发布了首款搭载自家操作系统的智能手机。华为经理余承东在其深圳总部的发布会上说，期待已久的 Mate 70有史以来功能最强大的手机，现在已搭载鸿蒙纯血系统 Harmony OS Next。 这家遭到美国制裁的公司希望与重量级的谷歌和苹果公司抗衡。Mate 70于当地时间周二晚间上市，起售价为$758，略高于$720。据华为公司称，已经有超过300万份订单提前下达，尽管这并不能保证所有订单最终都能售出。华为曾是中国领先的智能手机制造商和市场领导者之一，后来该公司受到制裁，被切断了与全球技术产品供应链和美国制造的设备部件的联系。华盛顿特别警告华为可能从事间谍活动，但遭到华为的拒绝。因此，华为无法再像以前那样为新款智能手机配备谷歌的安卓操作系统。市场份额达16%。最新数据显示，
华为在第3季度交付了1080万部智能手机，在中国的市占比为16%。华为现在希望凭借自己的操作系统重返巅峰。96投资公司的经济学家 Gary Wu 认为，这是中国摆脱对西方公司依赖的里程碑。全球大多数智能手机都使用安卓或苹果的 iOS 系统。华为希望改变这种状况，独立于其主要的美国竞争对手，尤其是考虑到未来的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及其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然而，这一努力并非没有风险。根据该公司称，鸿蒙纯学系统需要完全重新连接使用该系统操作的智能手机上的所有应用程序。此外，未来还将进行一系列更新，使系统更加成熟。这款中国的手机系统能否在国际上站稳脚跟，还是个问题。朋友们，德国国家电视1台对此也进行了报道。Mate 70，华为推出新款智能手机。国际制裁使华为无法获得西方技术。现在，这家中国科技巨头推出了首款搭载自主操作系统的智能手机。德国知识点评：德国电视1台使用“国际制裁”一词是非常错误的，实际上是美国以及强迫一些所谓盟友对华为实施制裁。这绝不能叫国际制裁，因为美国不能代表国际。德国此类媒体伎俩是非常卑鄙的。我们接着往下看，中国科技公司华为推出了首款搭载自主操作系统的智能手机。华为在深圳总部的发布会上表示， Mate 70的计算能力比上代产品提升40%。这款智能手机搭载了纯血的鸿蒙 HarmonyOS Next 系统，这是第一款华为完全自主开发的操作系统，之前的版本仍基于安卓操作系统。这家受制裁的中国公司希望与重量级的谷歌和苹果公司抗衡，特别是 Mate 70的竞争对手是苹果公司9月份推出的苹果16。中国的里程碑，华为曾是中国领先的智能手机制造商和市场领导者之一，后来这家技术公司遭到制裁，被切断了与全球技术产品供应链和美国制造的设备部件的联系。华盛顿特别警告华为可能从事间谍活动，但华为拒绝了此类指控。好，接下来几段我们就不重复了，因为前面其他媒体已经报道过。德国明镜周刊对此也做了报道。搭载鸿蒙纯血系统 HarmonyOS Next 操作系统的 Mate 70，华为推出搭载自主研发操作系统的智能手机。华为再次发布了一款新的旗舰智能手机，这次的特别之处在于新的 HarmonyOS Next 操作系统。这家中国公司终于摆脱了安卓系统的束缚。中国制造商华为发布了首款搭载自主研发操作系统的智能手机。华为经理余承东周二在中国南方深圳举行的新设备发布会上说，期待已久的 Mate 70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现在可以使用 HarmonyOS Next 操作系统了。这家受到美国制裁的公司希望通过新的旗舰产品与美国重量级的谷歌和苹果公司抗衡。Mate 70的基本版上市售价约为720欧元，计划于12月4日在中国开始发货。据华为称，目前预定已超过300万只。目前尚不清楚 Mate 70是否以及何时会在西方上市。华为曾是世界领先的智能手机制造商之一，也是中国市场的领导者。后来该公司受到美国制裁，美国技术产品和美国生产的零部件的全球供应链被切断，从此华为公司的新款智能手机再也无法使用谷歌服务。华盛顿一直以可能存在间谍活动为由采取这些措施，但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华为一再否认这些指控。德国知识点评：这家媒体说华为是受美国制裁，而前面我们看到德国电视1台却说是受到国际制裁。显然，德国电视1台的表述问题非常大。下一段我们省略掉，我们看最后一段。然而，这一努力并非没有风险。由于 HarmonyOS Next 与之前的鸿蒙系统不同，不再基于谷歌安卓的开源版本，因此安卓应用程序不再与新系统兼容，因此华为必须建立一个新的应用程序生态系统。最后，我们看另一家电脑门户网站的报道。
华为 Mate 70系列搭载全新麒麟 SoC 的旗舰智能手机亮相了。我们看到报道全是技术参数以及技术细节介绍，所以我们不细看了。我们直接看网友评论吧。第一条评论：恭喜啊，这些都是与第一代麒麟9000相同的参数，但至少现在防磨损了。下条评论：华为仍然在研发很棒的设备。我们继续往下，可能是主流旗舰吧。华为的 Pura 70 Ultra 从 SoC 到摄像头都是真正的旗舰。我们再往下看，报道中有这句话：预计华为智能手机的全球版本仍将使用安卓系统，还不会切换到鸿蒙 Harmony OS Next。然后这位网友说，如果华为不再被允许使用安卓系统，这怎么可能呢？然后这位网友补充哈，哎呀，对了，安卓是开源的，因为有 Linux 内核。谢谢上面两位网友，我把这点都忘了。下条评论，于是这位网友跟贴到，安卓系统是开源系统，华为可以使用它，不允许使用的是谷歌应用商店、应用程序和谷歌服务。下条评论，水下的预告图片与相机看起来像舷窗的效果非常吻合。我们继续往下，与普通 Mate 70 Pro 相比， Pro Plus 的电池到了200毫安和 XMAGE， 为此要额外支付200欧元，否则它们的配置似乎是一样的。让我们继续往下吧。对最终用户来说，最糟糕的是，至少对我来说，我在使用各种银行应用程序时遇到了问题。这并不是说我在祈求类似的东西，而是有些银行在没有谷歌应用程序的情况下，什么都不能用，真的很糟糕。德国知识补充，我在德国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比如当年我在德国买了华为 Mate 40 Pro， 因为没有谷歌构架，虽然可以间接安装以及使用几乎所有谷歌 APP， 但是德国一些银行的 APP 用不了，所以最后呢，我不得不放弃它，平时就用它来当摄像器材使用。下条评论，在我看来，这是一款略微升级的麒麟9010，这不过是一款终端处理器，而且是在2019年推出的。正因为如此，即使是麒麟9020，最多也只能达到中上水平，这也是可以预期的，如果价格还合适就好了。但华为现在采用当时推出 Pura 70 Ultra 的高价模式，像以往一样，每个人都要自己知道自己的选择。再见了。下条评论，美国制裁华为禁令的存在真是太可惜了。我很想马上买一只带谷歌服务的华为 Mate 70，但我现在不想折腾自己去安装各种应用。我们继续往下。于是这位网友问，为什么你想买华为 Mate 70？这款手机比竞争对手强在哪里？于是这位网友跟贴道，我不确定，因为我没有这款手机，但如果它有谷歌服务，而且自 Mate 30以来相机没有变差，那么它的相机比对手更出色。我从来没有一部手机的相机像我上一部华为手机那么好，在黑暗中它的画质遥遥领先。下条评论，肯定是3纳米甚至2纳米制成的芯片吧。我们再往下看，中国需要欧洲和世界为其最大限度的监视系统、中国国内的视频以及军事机构提供资金。与此同时，中国明确表示，他们无视人权，甚至无视本国人民的人权，在南海的扩张也将继续。伙计们，你们买吧，买中国产品吧，毕竟新的世界秩序甚至不应该再让自由思想成为可能。伙计们，你们买吧，买的是一个鄙视我们自由发展和自由选择的生活方式的体制。朋友们，好，我德国知识来说一下，这是目前为止咱们看到唯一一条充满政治意识形态的恶毒评论。我们最后看看奥地利皇冠报的几条评论。第一条评论，特朗普让华为变得异常强大，但如果能使用安卓系统，华为就会成为世界第一。下一条评论，
没有 WhatsApp 就没意思了。其他社交媒体我一概不需要。我们往下看，我的助听器不再能连接到华为，其他所有设备都能在华为上正常运行，没有安卓系统。好，我们再往下吧。是的，再等一段时间，一切都没有问题的话，我就买。我从未像对华为手机这样满意过。好，我们看最后一条评论，太棒了。好，朋友们，这就是德语媒体对华为推出 Mate 70系列手机的报道。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见。